什么样的人会让你想要往右滑呢？五花八门的交友软体，透过图片与自我介绍，将想要认识的对象往右滑。只是右滑之后，配对到的是甜蜜的邂逅，还是无止境的深渊呢？有75.9%的儿少赞成网络恋爱，也有超过20%的儿少表示曾与网友交往。本集我们邀请到一位交友软体的资深使用者，分享自己如何深陷于网络交友，所以放学不回家。Hello， 请问你是佳佳吗？是。那放学怎么没有回家，一个人在这里？今天家里面没有人，然后就觉得无聊，就来这边逛逛。然后加上之前有跟一个网友约来这边过，然后想说就来这边拍拍照。我使用交友软体大概有9年吧，从国中开始用，然后到现在这样。家那个时候家里面就是只有我跟我妈妈了。他工作是服务业，所以会到挺晚，大概9点10点。那这段时间其实家里面都没有人。加上就那个时候开始交友软体比较多人在使用，我也觉得蛮好奇的。因为在我国中的时候蛮内向的，班上可能就不太会跟同学们聊天等等，就是用网络跟人家聊天，会觉得说可能是不认识的人，所以可能会把一些比较不敢说的话，或是其他不太能跟朋友讲的话之类的，然后去跟人家聊。为什么想要用交友软体这件事情，其实也是希望有人在网络上可以听我说话，或者是有人可以认同我、理解我。从小学会独立的佳佳，希望透过交友软体找到陪伴自己的家人或朋友，但却意外地收到很多的骚扰讯息。因为我比较木头一点，所以可能我也不太知道对方有骚扰的意图，但我可能没有发现。但网络的话，还是会有那一些就是能传奇怪照片的，或者是疯狂打电话过来的，然后我就不想回他，然后他就一直叫我的名字，然后爱心这样，然后一直传过来，然后我就觉得很烦，后面就把它封锁掉了。尽管封锁了骚扰讯息，高中时的佳佳趁妈妈出门工作，在未深思熟虑的情况下，让陌生的网友来到家中。在高中的时候，有一次有一个网友是有来到我家里面的。那个时候他一开始来的时候就没干嘛，然后我在写我的作业，然后之后他就走掉了，然后之后他传讯息跟我讲的时候，他其实想要做点什么事情。现在想起来会觉得那时候的我有点半推半就，就是反正都到这种地步了，那就这样吧。对，所以他就回来，然后我们就有发生关系这样。但后面我自己是蛮后悔的，就觉得说好像不应该这么做，就是好像趁家里面没有大人的时候做这件事情。但那个时候当下人家问的时候，你也不知道到底要不要真的拒绝，就好像这种情况下你就只能接受。我那个印象很清楚，就是我隔天是坐着那个公车，然后我就握那个手把，然后就想说我昨天到底做什么事情，就是我应该讲出来嘛，我应该去跟我信任的大人讲这件事嘛，然后还要把头发剪短，就觉得说我可能就是以后不要再干这种事情。与网友有了亲密接触后，佳佳一直活在后悔和疑惑中，在寻求诉说的管道与对象的同时，也希望从中得到答案。那时候有想过要跟学校辅导老师说，因为那时候其实跟学校老师比较熟一点，但后面就觉得说，如果我说了会不会怎么样？是我自己主动把人带来家里，我接受做这件事情。那我真的讲了，他们会觉得说是我自己的问题，就是我需要一个解答，一个认同，或者是一句话告诉我说我不是错的，或者是没关系，可能就是会遇到这种事情，但我可能还是没有勇气去把这件事情讲出来，然后或者是求助就是其他人这样。羞于启齿的疑问，让佳佳没有说出口的勇气。那面对相依为命的妈妈，佳佳有过诉说的念头吗？高中的时候其实跟妈妈的关系没有到那么好，我那个时候状况也不是很 OK， 然后成绩的方面也不是很好，那他就觉得我都不去学校，然后其实对我的意见也蛮大的，所以那时候我们关系其实蛮破碎的，对，所以那个时候的期间他是完全不知道这件事情，我也不敢讲，这对妈妈来讲，她可能觉得很危险，就是你把一个成年男性然后带来家里，然后这个成年男性还是附近的学校的大学生，就是你真的不怕做什么事情这样。
我是到很后面，大概就是上大学之后，跟妈妈的关系比较好，才有机会把这件事情讲出来。那她也觉得说，过去了就过去了这样。我那时候大概17、18，然后认识到一个20的男生，那个时候就是有点就觉得说他长得好像就很好看，然后讲话又很有趣，然后跟我很贴近，就是他的兴趣可能我也有涉猎，那他会跟我讲一些他知道的事情。那个时候就觉得说，哇，这个人懂好多，好厉害的那种感觉。对，他就有点好晕好晕。我跟他讲过，就是我其实是喜欢他的，那他也没有想要回应或者是确认这件事情。所以我现在也不太理解那时候的心态。真的到我上大学之后，我真的才渐渐发现说，这个人也不太 OK， 然后就跟他结束联络这样。那现在是就没有再联络，然后也把他封锁。曾经的负向经验没有让佳佳放弃在交友软体上寻找真爱，每天与网友频繁的聊天互动，让她产生恋爱的错觉，渐渐深陷其中，无法自拔。只用钱会觉得说网络交友要小心，不要什么泄露个资，不要什么拍一些照片等等的。但你真的在那个当下，就你需要这种感觉，就你需要有人陪，你需要有人听你说话，那你就是还是会不小心的掉进去那一个关系里面。即使知道使用交友软体要谨慎保护个人隐私，但深陷其中时，有办法与网友保持距离吗？现在回过头来去看那一段经验的时候，觉得说，如果那个时候有人带着我，或是那个时候可能有人陪我，可能我觉得那个状况就不一样，那我就可以不用从网络上面获取这样的内容跟情感。根据儿佛联盟调查，过半的儿少不曾和父母讨论情感话题。你也曾透过交友软体寻求慰藉与支持吗？当网络交友越来越低龄化，自我保护意识以及社会支持是否足够让这些情窦初开的少年少女们能够安全航行不晕船呢？